我是一个上班族，也是一个兼职视频博主。在前段时间呢，在同时我还要为一门和我工作相关的考试进行准备，所以我今天的视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一个学渣来说，怎么样平好这些时间，然后顺利的把考试给准备并且通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发现这台 MacBook Pro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今天的视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学渣是怎么准备这个考试的，然后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MacBook Pro 又起到了怎样的一些关键性的作用。学习和考试其实是两件事情，在我的理解当中，学习是一件漫长并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事情，但是准备考试就挺不一样的。准备考试的话，无论是什么考试，它都一定是有考点的。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这些考点上，而不是说去看教科书，然后把每一页的内容都全部记下来，那个的话就实在是效率太低了。那本着这样的原则，我准备考试的过程就是在电脑上一边打开我需要学习的那个课程的平台，在另外一边我会打开一个记录信息的软件，我会把这个学习平台里面的内容在读完了每一页的内容之后，我会把它拷贝出来。左边这个就是我学习用的那个平台，课程已经学满了，所以我没有登录的权限。假设我这边就有很多学习内容，然后右边就是我用来记笔记的软件，所有的这些图片，然后包括这里面的笔记，都是我从平台里面学完每一节之后，就会把它拷到这边，然后方便我后续的做题目的时候就可以来查找一些答案。拿来储存这些学习平台内容的这个软件呢，就是 Notion 就是很有名的笔记管理的软件，然后它被很多人称为一个第二大脑。身处这个时代，我们的第一大脑，我们的这个主脑就是经受很多信息，那它有时候可能承载不了那么多信息，所以呢，有个第二大脑就可以把这些日常接收到的信息全都先存在这里面，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有精力可以去做一些思考的工作。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是把它用作了一样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一下子没办法把所有的考试内容全部都记到我的脑子里面，那我就先把它挪到这个第二大脑里面。学到下午了，所以就出来吃午饭了，吃个重庆小面。然后在做完这个之后呢，我会找到模拟题，把模拟题按照不同的考点，把它里面的考试题目给分开来，把这些分完考点的考题一道一道的手打到一个 Word 文件里面。这里面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份试卷里面的题目的量。那我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在于打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大概的记忆了，就是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虽然每一年它可能出的考题不完全一样，但是你在打完之后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考点的话，它就不外乎有这几种题型，它可能会换一个名词，换一个数字，但是它的考的本质就是那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好像题目很多，哇，天哪，要准备100道题目，但是真正内核相同的可能就30道题目，那这样就大大的缩减了准备考题的这个时间。那当我在做模拟题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到 Notion 这个第二大脑里面去找，然后把那个题目给做出来。那就通过这样子不断的练习，不断的从 Notion 里面找资料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加深了我自己大脑对于这些考点和信息的记忆。这就是2020年11月份的题目，然后这就是问题一，第一个小问题，然后下面这些就因为我已经学完了嘛，所以这些就是我自己回答的答案。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法，因为它可以让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把大量的一些考点给记住。回来了，出来买咖啡了。那既然说到要双屏工作，那对于我来说，这台16英寸的 MacBook Pro 就是很适合这项工作的笔记本电脑。这个屏幕的大小还是足够用的。像我刚刚无论是开学习平台加上记录的笔记软件，还是说笔记软件加上 Word， 都是要双屏工作。那16英寸就很好的完成了这项任务。但你可能会说，哎呀，你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那屏幕大，台式机不是屏幕更大吗？你说的完全没有错。我家里呢也确实是有一台大屏27英寸的 iMac， 如果做这项工作，绝对是那台电脑做得更好，使用的效果更好，都没问题。但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是一个学渣，我的自律性实在是太差了。
如果在家里面学习，家里的诱惑太多了，你知道，游戏机有 PS 有 Switch， 然后冰箱里呢又有饮料又有吃的。我在家里的话，我可以说我根本就是1分钟学习的机会都不会有。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所以呢，只要我学习，我肯定会是找一个当地的图书馆，然后在里面坐上半天或者是一整天，然后这样的话学习效率就会高很多，因为所有对于你来说有影响你学习的那些因素都被排除了。然后在图书馆里呢又特别安静，然后大家都是在阅读或者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在学习，整个氛围也很好，就会更好的帮助我能够集中到学习这件痛苦的事情上来。然后接下来这点也特别重要，因为我刚刚提到嘛，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一待就是4个小时半天，有时候会待6到8个小时，待一整天。那电池的续航对于我来说就很重要了。那这恰好就是 MacBook Pro 的强项。每次出门前只要把电充满，然后带到图书馆使用的话，反正因为本来打字然后阅读这些网页上的内容本来就是算是比较轻量级的办公，耗电量本来就低，然后再加上它续航又强，我反正在图书馆待上一天，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说电池不够然后自动关机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合适。当然你可以说带上电源嘛，但一方面电源比较重，因为这台 Pro 的那个电源我记得功率挺高的140瓦，所以那个充电头就很大，一方面比较重。第二就是图书馆其实位子还蛮抢手的，特别是那种有电源的那种位置啊，基本上我去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老年朋友们或者说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早就把那些位子抢完了，所以根本就是轮不到我的。正找的位子没有电源，但是电脑电还够，所以就没关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这个键盘，因为我刚刚说了我要打很多字嘛，然后所以打字就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工作了，而且是一个重复的工作。那很好的就是这台电脑它的键盘非常的舒服，我即使有时候在图书馆里面敲上半天或者一整天的字，我的手也不会觉得累。因为苹果之前有几代 Pro 使用的是蝶式键盘，但是蝶式键盘就是它键程很短，我个人是很不适应那样特别短的键程的，就是回馈感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很不舒服。但是这台电脑它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学习你肯定是需要一个更扎实更巩固的过程，把这些知识点啊记忆点啊互相的把它记住，然后能够互相的连接。那我这个准备考试的方法更多的就是在比较仓促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的考试给应付了完成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是说冲着100分去的。工作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工作之后很多的考试你也并不是要100分才能够说我完成了这个考试，很多时候你就只是想要拿到及格，然后拿到你想要的那个证书啊，或者别的一些你的公司需要的一些东西就够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习方法，然后再加上 MacBook Pro 的一些优点，就给了我很好的支持。那希望你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你的方法。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